原汁原味，不含水分，一口气看完《海贼王》。大家好，我是朱亚本。众所周知，《海贼王》有3个版本：漫画版、动画版以及贴吧自制版。要说最还原剧情、最能体现这部作品魅力的，还是作者尾田荣一郎笔下的漫画版。不要小看黑白画面，往往故事的细腻与魅力就藏在这些线条之中。漫画由于是尾田亲自操刀，也不存在动画中所谓水的问题，每一格都紧贴剧情，细节满满。所以看《海贼王》首推漫画。在《海贼王》漫画单行本突破100卷之际，这部陪伴了我们24个年头的作品，也有了超过1000话的惊人篇幅。今天我就用一个视频概括《海贼王》目前为止漫画所有篇章结构和剧情梗概，无论是新海迷入坑还是老海迷重温，相信都能帮到大家。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东海篇，第1到100话为第1个篇章，梦开始的地方。因为故事发生在东海，故名为东海篇。立志成为海贼王的17岁少年蒙奇 D 路飞，从家乡风车村起航，陆续结识了剑士索隆、航海士娜美、狙击手乌索普、厨师山治。5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一起组成草帽海贼团，驾驶着黄金美丽号，为了寻找前代海贼王留下的大秘宝顽皮斯，朝着世界最危险的航路伟大航路前进。前往伟大航路篇，第101到第154话为第2个篇章。草帽一伙进入伟大航路后，在威斯吉上峰遭遇到秘密犯罪组织巴沃克工作室，结识了卧底在该组织内的阿拉巴斯坦公主薇薇。从她口中得知了王国正面临危机，路飞决定前去相助。途中经过太古岛屿小花园，认识了巨兵海贼团2位巨人船长。随后为了给娜美治病，临时去了池谷岛。会说话的驯鹿乔巴加入，成为船医。决战阿拉巴斯坦篇，第155话到217话为第3个篇章。草帽一伙抵达阿拉巴斯坦，偶遇路飞的哥哥艾斯。这里由于王下七海克洛克达尔的阴谋，国家陷入内战，处于崩溃边缘。经过一番激战，草帽一伙最终击败了克洛克达尔及其麾下干部。原本是敌人的 Mr. 2、冯克雷与路飞等人成为挚友。同样是敌人的尼可罗宾因为无处可去，以考古家的身份暂时加入草帽一伙。空岛篇，第217话到302话为第4个篇章。海贼王剧情的一次巅峰。草帽一伙离开阿拉巴斯坦后，在海上遇见了从天空坠落的大船，同时记录指针向上指向天空。路飞决定去寻找空岛，在大骗子诺兰度后人的帮助下，草帽一伙乘着巨大海流冲上空岛，为了寻找黄金，闯入空岛统治者神艾尼路的领地，随后展开一场激战，最终艾尼路被路飞击败，空岛重获新生。罗宾在这里发现了前代海贼王罗杰留下的话语，并得知了古代兵器海王的下落。福克西海贼团篇，第303到第321话为第5个篇章。草帽一伙从空岛回到大海，在长环岛上遇见了专门以海贼游戏抢夺船员的福克西海贼团。路飞接受了对方的挑战，于是2个海贼团展开了名为 Davy Bad Fight 的竞技游戏。最终路飞险胜，赢下了比赛。在准备离开岛屿时，海军大将亲自出现，以压倒性实力击败草帽一伙，但并没有下杀手，只是留下了警告：尼可罗宾是十分危险的人物。水之七岛篇，第322话到374话为第6个篇章。前期争议很大，后期封神的篇章。草帽一伙离开长环岛，由于梅利号受损严重，决定去水之七岛维修船只，却被船将告知梅利号已经无法修复，2亿贝里的资金也被岛上的变态弗兰奇抢走。路飞面临换船的艰难选择，乌索普无法接受抛弃梅利号的决定，脱离草帽海贼团。与此同时，世界政府谍报机关 CP9 出现，以草帽一伙性命为要挟，让尼可罗宾配合其行动，夺取古代兵器冥王的设计图。草帽一伙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随着罗宾和 CP9 的离去，真相终于大白，路飞带领伙伴们开始反击。司法岛篇，第375话到441话为第7个篇章。海贼王剧情的第2次巅峰。草帽一伙为了救回罗宾，攻入世界政府3大机关之一的司法岛，与罗布路奇为首的 CP9 展开全面对决，最终路飞击败路奇。司法岛因为屠魔令化作一片焦土，草帽一伙被海军舰队包围。危急时刻，梅利号船机灵苏醒，奇迹般赶到战场，将所有伙伴救走，但自己也到达了极限。最后路飞在海上以火战仪式送别梅利号。弗兰奇用之前抢走了2亿贝里，换来了珍贵木材，为草帽一伙打造新的海贼船万里阳光号，并以船将的身份加入草帽海贼团。恐怖三维帆船篇，第442话到489话为第8个篇章。离开七水之都后，草帽海贼团进入迷雾重重的魔幻三角地带，遇见了活着的骷髅布鲁克，一行人闯进了巨大的恐怖三维帆船，掉入王下七武海月光莫利亚的陷阱，被其能力夺走了影子。经过一番激战，路飞最终击败了莫利亚，却马上遭到了另一个王下七武海巴索罗米熊的追击。索隆挺身而出，保护了伙伴。最终，布鲁克以音乐家的身份加入草帽海贼团。香波地群岛篇，第490话到513话为第9个篇章。经过重重冒险，草帽一伙终于到达了伟大航路前半段的终点香波地群岛。同期抵达的还有来自其他海域的超新星。草帽一伙为了拯救人鱼开密，在拍卖场痛扁世界贵族天龙人，并结识了原罗杰海贼团副船长雷利。天龙人事件惊动了海军本部，大将还原与和平主义者前来追捕岛上的海贼们。草帽一伙不敌，陷入绝境。
最后巴索罗米雄利用能力帮助草帽海贼团逃脱，把各个船员传送至不同岛屿，草帽一伙就此分开。女人岛篇第514话到523话为第10个篇章。从这个篇章起，路飞开始独自冒险。他被大雄派飞到女人岛、亚马逊百合，遇见王下七武海的海贼女帝波雅汉库克。路飞凭借其人格魅力，令汉库克倾心，坠入爱河。随后在报纸上看到了哥哥火拳艾斯将被处决的消息，路飞决定前去大监狱推进城营救。推进城篇第524话到549话为第11个篇章。路飞在汉库克的帮助下，成功潜入推进城，遇见了许多老朋友，小丑巴基、克洛克达尔、密斯特兔、小冯等等，并结识了与艾斯关在一起的王下七武海海峡圣平。可惜路飞还是晚了一步，艾斯被带去海军本部，随后路飞集结囚犯，组成了史无前例的越狱小队，引发监狱内的大骚乱，成功逃出推进城，赶往海军本部马林凡多。顶上战争篇第550话到597话为第12个篇章，海贼王剧情的第3次巅峰，也是无数海迷的入坑作。四皇中最强的白胡子海贼团，为了拯救其二番队队长艾斯，在海军本部马林凡多与海军10万精锐和王下七武海组成的联军，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决战。路飞的越狱小队在中途加入战场，顶级战力剧烈交锋，最终艾斯和白胡子战死，海军亦伤亡惨重。黑胡子突然出现，夺取了白胡子的果实能力。另一个四皇红发香克斯出面调停，结束了战争。战后重伤的路飞接受了冥王雷利的建议，给伙伴们留下了2年后重聚的信息，开始了各自的修行。至此，海贼王漫画第1部《生存之海》超新星篇结束，但连尾田休刊了1个月。愚人岛篇第598话到653话为第13个篇章。从这个篇章起，海贼王漫画第2部《最后之海新世界篇》开始连载。历经2年修行后，草帽海贼团再次于香波地群岛集结，起航前往伟大航路后半段的新世界。途经位于海底1万米的愚人岛，再次遇到圣平，仇视人类的霍迪琼斯组建新愚人海贼团，发动叛乱。草帽一伙挺身而出，阻止了愚人岛的毁灭。战斗结束后，路飞正式邀请圣平加入。庞克哈萨德篇第654话到699话为第14个篇章。草帽海贼团离开愚人岛，正式进入新世界，意外来到禁区岛屿庞克哈萨德，与特拉法尔加罗重逢，并组成了以四皇凯多为目标的海贼同盟。随后合力击败了岛上专门生产人造恶魔果实斯迈尔原料的邪恶科学家凯撒库朗，公开挑战唐吉诃德多弗朗明哥。在这座岛上，草帽一伙还救出了和之国武士、警卫们与桃之助。德雷斯罗萨篇第700话到801话为第15个篇章，海贼王剧情的第4次巅峰。按照罗的作战计划，草帽一伙到达多弗朗明哥统治的王国德雷斯罗萨，却掉入了天夜叉的陷阱。山治与部分伙伴不得不提前离开，剩下的路飞、索隆等人与唐吉诃德家族展开激战。期间，路飞与另一个杰伊哥哥萨博重逢，最后路飞以新形态4档唐尼人击败多弗朗明哥，摧毁人造恶魔果实斯迈尔工厂，结束了德雷斯罗萨的悲剧。并肩作战的强者们有感于路飞的恩义，自发组成了草帽大船团，一行人在海军大将藤虎的废墟雨中离开了德雷斯罗萨。左屋篇第802话到822话为第16个篇章。离开德雷斯罗萨后，路飞等人赶往佐屋与山治娜美会合，这里是毛皮族的王国，刚刚遭到百兽海贼团杰克的袭击。山治等人意外救下了这个国家，但随后山治被大妈派来的贝基要挟，去往蛋糕岛。路飞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又意外得知了光月一族的秘密以及去往拉夫德鲁的方法。最终，在光月家继承人桃之助的请求下，路飞、罗、光月家以及毛皮族组成了讨伐凯多的同盟，开始分头行动。蛋糕岛篇第823话到902话为第17个篇章，海贼王剧情的第5次巅峰。路飞带着少数几名伙伴进入四皇比格曼夏洛特玲玲所在的万国，想要带回山治，却被山治本人拒绝。随后路飞被大妈的军团击溃，绝境中圣平出现，路飞开始反击，与山治解开误会，众人齐心协力大闹婚宴。在各种意外的配合下，整个万国终于陷入大混乱。路飞与大妈最强的干部卡塔库里激战，见闻色霸气得到提升。最后在太阳海贼团和杰尔玛战队的掩护下，路飞等人成功逃出万国，圣平留下断后。世界会议篇第903话到908话为第18个篇章，一个简短却信息量爆炸的过渡篇章。4年一次的世界会议在圣地玛丽乔亚召开，50位国王及其王族齐聚盘古城内，期间发生了众多事件，五老星与香克斯会面，世界之王伊姆现身，巴索罗米雄沦为天龙人奴隶，萨博的革命军小队袭击圣地等等。路飞因为蛋糕岛和德雷斯罗萨事件，同时被2名四皇盯上，赏金达到15亿贝里，被称为第5位海上皇帝。和之国篇从909话开始为第19个篇章，海贼王岛属第2个篇章，目前依然连载中。离开蛋糕岛后的草帽一伙正式前往和之国，直面四皇凯多及其百兽海贼团。路飞同盟成功在九里玉田城会合，但很快凯多以巨龙形态出现，路飞发动猛攻，被轻易击溃，投入监狱。其他伙伴继续按照计划为击败凯多而准备。另外一边，凯多也与大妈组成强力同盟，
终于在火鸡之夜，路飞、基德、罗3名船长率领的海贼团与武士联军一起攻入鬼之岛。路飞结识了凯多女儿大和，原白胡子海贼团一方队队长不死鸟马尔科也加入战斗。凯多将整座鬼之岛升上天空，准备砸向花之都。路飞在战斗中领悟了霸王色霸气缠绕的新力量，与凯多展开最后的决战，也就是目前漫画最新的进度。作业本在每周漫画更新后也会第一时间带来详细解说，欢迎关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漫画所有篇章和剧情盘点啦。当然，短短几分钟时间是不可能将海贼王这部作品的魅力概括完的。那些充满热血、感动与青春的冒险故事，留待大家亲自体验重温。我是作业本，感谢收看本期视频，下期见啦！